旺旺家和惠嫂家对门，中间隔了一道石像。惠嫂家傍山，是一座20-30米高的土丘。旺旺家依水，就是那条夹河。旺旺是一个7岁的男孩，其实并不叫旺旺，但是旺旺的手上整天都要提一袋旺旺饼干或旺旺雪饼，大家就喊他旺旺。旺旺的爷爷也这么叫，又顺口又喜气。旺旺一生下来就跟了爷爷了，他的爸爸和妈妈在一条拖挂船上跑运输，挣了不少钱，已经把旺旺的户口买到县城里去了。旺旺的妈妈说，他们挣的钱才够旺旺读大学，等到旺旺买房成亲的钱都挣回来，他们就回老家开一个酱油铺子。他们这时正四处漂泊，家乡早就不是断桥镇了，而是水，或者说是水路。断桥镇在他们的记忆中越来越概念了，只是一行字，只是汇款单上遥远的收款地址。旺旺没事的时候，坐在自家的门槛上看行人，手里提着一袋旺旺饼干或旺旺雪饼。旺旺的父亲在汇款单左侧的纸片上关照的，每天一袋旺旺。旺旺坐在门槛上，刚好替惠嫂看杂货铺。惠嫂家的底楼其实就是一个铺子，有人来了，旺旺便尖叫。旺旺一叫，惠嫂就从后头笑嘻嘻地走了出来。惠嫂原来也在外头，1996年的开春才回到断桥镇。惠嫂回家是生孩子的，生了一个男孩，还在吃奶。旺旺没有吃过母奶，爷爷说旺旺的妈天生就没有奶汁。旺旺嫌他妈妈的奶头只有一次，吮不出内容，妈妈就叫疼。旺旺生下来不久，便让妈妈送到奶奶这边来了。那时候奶奶还没有埋到后山去，同时送来的还有一只不锈钢碗和不锈钢调羹。奶奶把乳膏、牛奶、亨氏营养奶糊、鸡蛋黄、豆粉盛在锃亮的不锈钢碗里，再用锃亮的不锈钢调羹一点一点送到旺旺的嘴巴里。吃完了，旺旺便笑，奶奶便用不锈钢调羹击打不锈钢空碗，发出悦耳冰凉的工业品声响。奶奶说：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妈的奶子。”旺旺长得结结实实的，用奶奶的话说，比拱奶头拱出来的孩子还要硬整。不过旺旺的爷爷倒是常说，现在的女人不行的，没水分，肚子让国家计划了，奶子总不该跟着瞎计划的。这时候奶奶总是对旺旺说：“你老子吃我吃到5岁呢，吃到5岁呢。”既像为自己骄傲，又像替儿子高兴。不过惠嫂是例外，惠嫂的脸、眼、唇、手臂和小腿都给人圆嘟嘟的印象，矮墩墩、胖乎乎的，又浑厚又溜圆。惠嫂面如满月，健康亲切，见了人就笑，笑起来脸很光润。2只细小的酒窝便会在下唇的2侧窝出来，有一种产后的充盈与产后的幸福，通身笼罩了乳汁的芬芳。惠嫂的乳房硕健巨大，在衬衣的背后分外醒目，而乳汁也就源远流长了，给人以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印象。惠嫂给孩子喂奶格外动人，她总是坐到铺子的外侧来。惠嫂不解扣子，直接把衬衣撩上去，把儿子的头搁到肘弯里，然后将身子靠过去，等儿子闲住了，才把上身直起来。惠嫂喂奶总是把脖子倾得很长，抚弄儿子的小指甲或小耳垂，弄住了便不放了。有人来买东西，
惠嫂就说自己拿。要找钱，惠嫂也说自己拿。旺旺一直留意惠嫂喂奶的美好静态。惠嫂的乳房因乳水的肿胀洋溢出过分的母性，天蓝色的血管隐藏在表层下面。旺旺坚信惠嫂的奶水就是天蓝色的，温暖却清凉。惠嫂儿子吃奶时总要有一只手扶住妈妈的乳房，那只手又干净又娇嫩，附在乳房的外侧，在阳光下面不像是被照耀，而是乳房和手自己就放射出阳光来，有一种半透明的晶莹效果，近乎圣洁，近乎妖娆。惠嫂喂奶从来不避讳什么。事实上，断桥镇除了老人孩子，只剩下几个中年妇女了。惠嫂的无遮无拦给旺旺带来了期盼与忧伤。旺旺被奶香缠绕住了，忧伤如奶香一样无力，如奶香一样不绝如缕。